小姐别急，人一会儿就到。嗯。小姐，人来了。马副官，那边太危险了，咱们还是找个安全的地方说话吧。
保卫这个镇子，挖地三尺也要把龙王和猎狼人给我找出来。嗨，跟我走，快，快点，快点！钟宁啊，我们必须想办法冲出去啊！钟宁，钟宁，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钟宁，你看着我，这不是你的错。为了争取冯秉辰起义，必须要扫清他面前所有的障碍，救出他的女儿，这是我们必须的选择。你知道，那就要搭上勺子的性命了。以前玄武哥死了，我还有勺子，跟小蝶需要我保护，所以我必须忍住悲伤。后来小蝶死了，我对勺子还有一份责任，所以我必须选择坚强。可现在连勺子都死了，你告诉我，我还能做什么呀？你只知道勺子死了，林蝶死了，你觉得他们都是为了你吗？还记得张浩吗？大北、三民，他们和勺子、灵蝶一样，只是为了你吗？不是，他们都是为了把鬼子赶出中国去，为了全中国人民的解放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你觉得你孤单，眼下你还有我，根据地所有的百姓都是你的亲人，你肩上有责任，肩负着根据地所有百姓的重托呀。我们必须活下去，只要有一线的希望，就必须好好的活下去，懂了吗？给我仔细的搜，快！是。温小姐，你放心，我会安全把你送回家的。开车。小明啊，一会儿我冲出去给你做掩护，你走西边，记住，不管出什么事都不要回头，一定要冲出去，救出冯秉辰。师傅，还是我去吧。小明，你坐下。还记得我跟你说的第3个字吗？记得。狠。钟明啊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猎狼人的新队长了。一定要完成任务，一定要冲出去。我相信你，而且一直相信你。记住，要活下去。师傅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能救出你。难了，爸爸，冯师长，刚才小姐受了惊吓，让她休息吧。马副官到，送小姐回去休息。是，去吧。小姐走吧。怎么回事？冯师长，我提醒过你，
你需要我们的保护，不只是你，还有你的家人。清乡作战就要开始了，猎狼人一定会疯狂的反攻。是你拦住了我的女儿。不，不是我拦住你的女儿，而是我及时赶到，挫败了一次猎狼人对你女儿的劫持事件。这是我们唯一的解释。难道是跟杜怀清之死一样的唯一解释吗？像秦副市长死掉一样的唯一解释。副市长，出征在即，现在野泉司令对你非常信任，认为你有能力，才把守卫化工厂重要任务交给你。好自为之，不要辜负野泉司令对你的信任。大战将近，我希望和冯师长全力合作，剿灭新四军跟游击。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，罗王。只可惜，你这次变成了我的阶下囚。你知道我为你画了多少个画像吗？而且，我是多么迫切的想见到你。如果不是战争，你我定会是朋友。我不爱喝酒，只爱茶道。在日本，茶道是来招待最尊贵的客人。请品尝吧。茶道，中国有句古话叫“尊师重道”。你说的很对，你很了解我，我也很了解你。可是看看你们这些人到了中国以后的所作所为，那简直就是欺师灭祖。所以今天我想送你一句话：多行不义必自毙。师长，这事都怨我。这个事儿啊，不能怪你。那个西田没有发现咱们和猎狼人的关系吧？没有，我还没来得及和他们接触，西田就带着人出现了。看来西田的怀疑是无法避免。要不是我手中这3000多兄弟，西田早就会对我直接下手。师长，那咱们的计划还能实施吗？再等等，我相信猎狼人会给我们一个化解的方案。我想知道什么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到底怎样才能使你开口说话呢？就我个人而言，我还是喜欢窒息法，它会使人恐惧。带过去。逐渐增加你在水中的时间，从1分钟开始，每次增加30秒，直到你说话为止。老梁怎么办？任务是第一位的，我们没有能力去救他。你肯定？我肯定。越是这样的时候，我们就越要冷静。师父那么相信我，我不能让他失望。他用自己引开了所有包围我的鬼子，就是要让我完成任务。
我必须坚强。你是老梁看中的人，我相信你。猎狼人虽然只剩下我一个人了，但我一个人也是猎狼人。我会去见冯秉辰，只要还有一线希望，我就还要努力。我相信你，既然决定了，就去做吧。另外，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情。你说。让根据地的接应部队提早出发，向通川地区进军，但不要越过日军的第一封锁线。你要做什么？不把水搅浑，我们怎么能捉到鱼呢？明白了。他就是猎狼人的首领龙王。是，他就是龙王。西田，我看不出这个人有丝毫屈服的可能。你难道就只有一种手段吗？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我要尽快有一个结果。是，我会尽力。这尽力是不够的。西田啊，我真是想不到，你现在就听这个傻瓜的命令。傻瓜？可你现在就是我这个傻瓜的阶下囚。龙王，你这样挑拨是没有用的。不，这不是挑拨，我说的是实话。我告诉你们，我做过北洋军阀的监狱，也做过蒋介石的监狱，在上海，我还有幸尝到过公共租界巡捕房的拷问，什么鞭子、烙、辣椒水、老虎灯都尝过。结果呢，他们没有从我嘴里得到过任何的情报。西田，以你的头脑，你早应该想到，这样不会有任何的结果。我想阁下也应该早就想到，这里不是其他任何地方，这是大日本帝国的宪兵队。疼痛，窒息，对我都构不成恐惧。没有了恐惧，我请问，凭什么让我招供啊？死亡呢？你难道连死亡都不怕吗？那你就开枪试试吧。一拳司令，请跟我来。来，请。一拳司令，龙王带领的猎狼人是不怕死的。如果你这样杀死他，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，而我们错过了得知猎狼人计划的机会。作战是您的领域，审问是我的专业，请给我时间。不管用什么样的手段，只要最后我们得到想要的情报，我们就是胜利。西田，你是一个唯结果论者吗？是的，我不在乎过程，只要结果。就是因为这个理由，你才会动冯秉辰女儿的脑筋，不惜激怒我们行动计划中的重要伙伴。是的，请原谅我的擅自行动。我从来是把所有的不确定的因素都扼杀在摇篮里，哪怕是冯师长，也必须有足够的力量，保证他不允许出现任何事情。而且，我们通过冯师长的女儿，不是有很大的收获吗？战国你也看到了。好，那我就给你这个授权，但你要知道，后天一早我们的军队就要出发，我希望在那之前，你已经得到了情报，你能保证我们在36小时之内一切平安。一拳司令，请放心。你说什么？你们的队长被抓了？对，我现在就是猎狼人的队长。白天的事情，我很遗憾。可是楠楠被西田留下了，一切行动都在监视之中。我们的协议到底能不能执行，就看你们的了。我妻子临死前把女儿交给我，
我不能对不起我女儿。现在还有35个小时，如果我见不到我的女儿，我只能放弃。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而来的，我很理解你现在的心情。怎么能让我相信你呢？冯师长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做任何事情都要有动机，如果没有动机，就算有再多的证据，也找不到真相。我同意。你一直以为秦副师长的死与我们有关，我想问问，为什么？我们为什么要去杀死一个副师长，而不像以前对付大岛那样去杀死冯秉辰？难道你没做吗？做了，但是在冯秉辰的家里，我们遇到了强有力的保护，我们牺牲了一个同志，最后只好撤离了。在杀冯秉辰之前，我们也埋伏偷袭过野泉，同样是无功而返。可我知道的和你说的完全不一样。你没有说实话。你不是也一样吗？原来自杀的那个将军就是你父亲。是的。好吧，孩子，我相信你，一切就交给你了。谢谢冯师长。爸。爸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呀？没有啊。看你表情就知道。爸，是不是我这次回来给你添了很多麻烦？你说什么呢？你是我的女儿，你所有的事情对于我来说都不是麻烦。其实，如果今天那个西田没有出现的话，我想我应该去一个安全的地方了，这样您就不会为我担心了。爸，是不是因为你是师长，所以秦副师长的事情也牵扯到你了？聪明女儿啊！不管怎么说，一切事情跟你都没有关系。只是爸爸从前走错了一步。你的妈妈已经去世了，不管前面是悬崖还是地狱，爸爸都不会退缩，更不会丢下你，明白吗？行了，去睡吧。交换人质，你压了我一头；山灵追缴武器的时候，也被你戏弄了一番。可现在是谁在掌握着主动？你不觉得你的话很幼稚吗？其实你招不招对于我来说并不重要，我只要看死了冯秉辰，我看你还能玩出什么花样。从杜怀清开始，到暗杀，到秦副师长死，我处处被动，你处处领先，可那又能怎么样？因为中国人有句俗话叫笑到最后，我是不是已经笑到最后了？我决定了，从今天晚上开始，我就住到他的家里，亲自看着他，不管他心里有什么样的想法，不管他是不是跟你们有合作的打算，只要他的队伍我参与进行，只要他押着毒计上路，我就胜利了。你懂的，经历了这么多，其实这已经是和武之间的战斗了。
能做的我都做了，希望你能够把握住这次机会，完成我们的任务，不要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。住我家，西田队长，你这是在羞辱我吗？董事长，这是我对你最大的信任。你看，这是你家，所有的人都是你的手下，我只是一个人住在这里，这怎么是羞辱呢？我知道这处宅子有足够的客房。马副官，带路吧。去吧。是，西田队长，请。爸，他是不是在监视我们？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去睡觉吧。去。队长，哎，冯师长，追军营了。队长，野泉司令请您过去。他找我干嘛？你留在这里，不要让他离开。嗨。野泉司令，新四军的部队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行动计划，他们调集了几支队伍，拦在了通川和他们的根据地之间。这些共产党的军队一直以来都在竭力地回避和我们做正面的决战，而这一次，他却摆出了这样一种阵势。相信我们皇军一定会抓住这次机会，彻底地击溃他们的防线。如果不是抓住了龙王，这次我还真就不敢这么轻举妄动。现在没有了猎狼人的威胁，一切都变得从容了。我待队伍开拔之后，这里的一切就都交给你了。今晚8点，化工厂将完成全部毒剂的生产，你一定要亲自押送这批毒剂。是。西田队长吗？我是。宪兵队的电话，说您抓的犯人已经开口了。什么？野泉已经出发了。以前我们的计划没有这个呀。我们的任务要提前一些。现在是10点了，通川都是你的队伍，我们要面对的就是西田的宪兵队。接下来，只要我们能避开西田，就能救出你的女儿。听说你要说话。是的。好，那就开始吧。山本没有跟你在一起？山本在不在，和我们谈话有关系吗？我只是随便问问。哦，我想告诉你的是，按照我们组织的纪律，
不赞成我们和冯秉辰接触，因为他原来的出身你们也清楚。你也知道，在你们入侵中国之前，我们之间是有分歧的。你说的都是废话。你是不是担心我把山本派到外面，会影响你们的计划？是不是？如果山本不在的话，我承认你说对了。你很诚实。那好，我也告诉你一个消息吧。不管你有过什么样的计划，显然你的上级知道你被我抓来以后，不执行了。你们的部队已经停留在封锁线那边，准备拦截我们的清乡部队。你们一直都回避着和我们的正面交锋，看来这次只能接受这样的命运了。野泉司令已经出发了。你们提前出发了？是的，不能让你们再次流掉了。那你的猜测也许是对的，猎狼人很有可能已经取消了行动计划。其实情报不重要，生死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在游戏进行当中，谁是那个掌握了王牌的胜利者？是的。你觉得你是那个胜利者吗？我会努力去做。你觉得就因为你能够猜中我的想法？不，是因为你昨天说的话启发了我。既然痛苦无法给你带来恐惧，那么快乐也许会让你失去对自己的控制。你这是要干什么？为了让士兵在战斗中保持足够的精力，并克服死亡恐惧，帝国研发了这种药物觉醒剂，我们一般都管它叫猫布定。它会让人兴奋，兴奋到无所畏惧，直到失控。作为一个宪兵，不仅镇压你们这些赤色抵抗分子，我还肩负着帝国军队军纪的管理工作。很多滥用了猫布定的士兵惹是生非，最后都落入到我的手中。我发现超过一定剂量的猫布定会让人坦白，甚至连内心深处的隐私都会暴露出来。它是一把打开人大脑、精神世界的钥匙。你真卑鄙！你虽然是我值得尊敬的对手，但是我需要你们的敬意。冯师长，现在是5点了，再有3个小时，化工厂就要和你做交接了。我们现在需要出发了。好吧，孩子，一切就全靠你了。你就放心吧。他的心跳、呼吸、血压已经恢复正常了，可以开始了。你叫杨本初，你的职务是猎狼人部队的队长。我知道你很坚强，不过再过半个小时，我会再给他打一针。老刘，啊，你有把握吗？我会做到的。
没有人能阻止得了我。这不是意气用事啊！我现在是烈良人的队长，我会对即将发生的所有的一切事情负责任。哎，不知道老梁怎么样了？他现在和我们一样，心里全都是任务。我叫梁本初，你现在的职务是什么？烈狼人的队长。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，本来是要随大部队撤出上海，上级又给我分派了新的任务，启用龙王这个绰号，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。你们对冯秉辰有什么计划？阻止他，尽一切可能阻止他参与倾向。怎么阻止？他是不是答应和你们合作？本来是的。你们控制了他的女儿，是帮了我们的大忙。他从那个时候起才知道，你们并不信任他。然后呢？冯秉辰不是个好军人，为了女儿，他可以放弃一切。如果带走了他的女儿，他就不跟我们合作。可惜汤勺死了，我们终究没有带走冯南。你在撒谎。哦，你看出来了？这个药物并没有你说的那么大威力，它只是对意志薄弱的人才会有用。根本就没受影响，你在耍我。钟宁在外面一定有其他的计划。喂，西田队长，明天就要出发了。冯师长准备和女儿一起吃饭，我没有理由阻拦。好的，我会跟他们赶到饭店的。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，看他们能搞出什么样的花样。反正我和冯秉辰8点钟一起去化工厂的，看来得来得早点。嗨，冯师长，西田队长已经同意了，不过一会儿他也会去饭店。西田的步步紧逼，让冯秉辰倍感压力。冯南的安危让冯秉辰投鼠忌器。钟宁会怎么做呢？
就先回去休息吧。我呢，就不能送你了。西田队长，你是不是想跟着去看看呀？你的这个建议真的好，时间来得及。到8点的时候，我会亲自去接你。小姐，请。冯小姐，你先休息一下，一会儿我让单美君来接你去见你的父亲。哎，马副官。嘘，周小姐。是冯师长派他来保护你的安全，一切听他安排。你好，我叫钟宁。你好，我叫冯丹。守在这里看着他，等到了9点，带他到宪兵队找我。在冯秉辰作战期间，坚决不能让他离开我们的视线。放心吧。9点钟，不要忘。钟宁，一切拜托您了。放心吧。小姐，我先走了。西田队长，我们可以走了。守在这里，我要忙我的事情了。嗨。谢谢你来保护我。不用客气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钟英姐姐，你说我爸会不会有危险啊？放心吧，他一定会安全的。走。
明早我想，你就要上路。怎么，不想玩了？没得玩。冯秉辰的部队明早出发，叶全司令的士兵正在等着他。你还能有什么办法翻天吗？我没有。单美带着冯南就要来了，我只要抓着冯秉辰的女儿，你就是失败者。不对，冯南太镇定了。山本先生，你要干什么？洗手间有什么好看的？冯小姐，时间到了，我们该走了，请。你们要去哪儿啊？谢谢你，钟小姐。要不是你改变了座钟上的时间，我想小姐这个时候已经在宪兵队了。不用客气。这是我们的协议。爸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钟宁呢？按照计划，他过一会儿才会回来。冯师长，该我们兑现承诺的时候了。传我的命令，把那些毒剂都给我烧掉。我们准备出城。都到这个时候，能不能把你们的打算说给我？我并不知道真正的计划。你不知道？为什么？因为现在猎狼人的队长不是我，是钟宁，就是那个伊口乡的老板。对，就是他。具体计划要怎么执行，全在他的脑子里。给我顶住！派所有人过去。
像你想象的那样啊。看来你早就知道了。是你告诉我的。当你告诉我野泉要提前出发的时候，我就知道钟宁他们并没有停止计划。梁会长，冯师长按计划起义了，猎狼人的任务完成了，你可千万要活着。今晚日军一定会有调动，宪兵队的日军会大幅的减少，钟宁我会冒死相救。西田营长，你输了，你输得一败涂地。我没输，只要你在我手上，我永远不会输。只有失败者才会因为失败而咆哮，因为你不甘心，更因为你无能啊！我先废了你的双手，让你看看什么叫失败者，什么叫无能。失败者。大声告诉钟宁，你在这里。想都不要想。你的坚持没有任何意义。看看那些血迹，这是最好的路标。钟宁，出来！不要过来！师傅，西田就在附近。我现在是诱饵，还记得我跟你说的第3个字吗？现在是第2个字。你是诱饵，主动权在西田的手上，找准矛盾的焦点。对。无论你们说什么，一切都不可能改变。我的枪口正对着龙王，钟宁，快点出来吧！当然，你可以放弃，可以放弃这个躺在地上流血的龙王，出来吧！龙王，你现在是我的诱饵。我不知道猎狼人的新队长有没有能耐化解我的陷阱。第3个字，现在是第3个字。我已经是这样，是个累赘，不要被西田吓中。你在流血，龙王。虽然你的身体不错，但你身上的血
终究会流尽的。姑娘，放下武器出来吧！龙王再不救治，他就要死了。也许你觉得时间还很长，可是我没时间陪你了。住手！放下武器，出来！师傅，钟宁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我宁愿跟你一起死。师傅，告诉我，谁是胜利者？你还是个失败者。方秉辰起义了，他会从背后攻击叶权，叶权的部队回不了通川，都记全被烧毁了。我看你这个宪兵队长，还是没能够将功折罪。那又能怎么样呢？我会让你们死。你也一样。这么大的失误，等你上了军事法庭，也只有一种判罚，那就是死刑。这是我的事情，等我先杀了你们。正好，我们师徒二人在黄泉路上可以结伴，我们两个尽量走得慢点，等着你追上来。是吗？子弹的速度是非常快的，用头顶着对方的枪口，其实就是让对方变主动为被动。子弹我是躲不过去的，其实我躲过的不过就是对方扣动扳机的那一瞬间，这其实就是一场心理战。师傅，我们还回来吗？会回来的，我们一定还会回来的。走吧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